拔剪刀，亮兵刃。月老摸出金剪的瞬间，几位龙首老者与龙族护卫直接就冲到了敖乙的身前，一道道关注着此地的仙石也都盯紧了月老手中的金剪刀。不只是这些围观群众搞不懂，就连李长寿都有一瞬间被月老老铁的迷惑行为给搞昏了头。这咋回事啊？是龙宫中弥漫着一股名为火冒三丈的剧毒，还是这个名为变装的家伙命中缺打，生来欠揍？一个见了要拔剑，一个见了直接拿剪刀。不管如何，李长寿总不能让月老真的失仪。玉帝陛下就在旁边监工，这不仅关系到了天庭的威严，也关系到了月老老铁的功德饭碗。李长寿手疾眼快，摁住了月老的同时，已经传声低喝：月老，这里是龙宫啊，咱们来干啥来了？月老一个机灵，顿时回过神来，但是手中的剪刀明晃晃地摆在那儿，已经是收不回去了。当下月老眼神中带着几分求助，对面前的海神用力地眨眨眼。这怎么应对呀？李长寿也是犯了难，难道让月老现场来一段念词唱白？你看这个剪刀它又凉又快，这不还是失仪吗？瞬息之间，李长寿的心底念头疯狂转动，不过是一个呼吸的功夫，他已经有了对策，立刻给了月老传声，教他如何遮掩此事。只见月老提起的剪刀顺势就直接拿到了自己的手腕处，剪刀打开，咔嚓几声，月老在自己的喜袍袖口上剪了2块红布下来，其上蕴含着浓郁纯净的功德之力。月老视线余光掠过那便装，看向敖乙，已经是露出了一副微笑的面容，温声道：入门之前，我先代天庭之主玉帝陛下为2位新人送上这第一份贺礼。一旁的敖乙与几位龙族高手顿时松了一口气，看月老刚才的模样，还以为要拿剪刀扎谁呢。当下月老在那2块红布上面用功德之力凝成了4个大字：新郎新娘，又将这蕴含功德之力的2块红布递给了敖乙。按照李长寿所交代的，月老笑道：敖乙殿下可将此物分别佩戴于你与姜思儿殿下身上，佩戴时你2人需面对面互相念着彼此，将此物佩戴于对方心口处，喜衣之外，如此可讨个好彩头，寓意甜甜美美，相敬如宾。其他贺礼按龙族规矩稍后再奉上。哦，原来是送礼啊，还以为有事可搞。满堂的宾客近半已经收回了仙石，顿觉无趣。多谢月老，多谢月老。敖乙将这2块红布捧了过来，而月老的喜袍袖口仙光缭绕，已经恢复如初。李长寿在旁道：义兄，你不如现在就去为姜思儿殿下戴上。好哥哥先陪月老前辈和诸位天庭来客，我这就过去找思思。敖乙喜不自胜，暗中瞧了一眼那边正双目无神的便装，捏着这2件红布，快步赶往了姜思儿所在的大殿。有一位龙族长老向前接替敖乙，含笑请天庭一行9人入正殿入座。其他随行而来的天庭兵将也有龙族高手接待，请去了偏殿吃席。按照龙族大婚的规矩，得了请柬的宾客不必带贺礼前来，也不会让客人们在入门时交份子钱。拿份子钱来吃宴席，这是瞧不起他们龙族吗？觉得他们龙族是招待不起宾客还是怎么着啊？那简直就是在侮辱他们龙族。不过贺礼也是一份祝福，若是带了贺礼的宾客呢，可以在大婚开始之前或2位新人入场后，将各自的贺礼拿出，当面赠给2位新人。龙族大婚的主要流程与南赡部洲俗世人族的婚典流程大致相同，但是更复杂也更讲究。刚刚情急之下，李长寿能想出这般办法，挽回了月老的职业生涯，也算是对得住月老老铁了。
李长寿暗中瞧了眼玉帝化身打扮的天将，心底思索着几种可能性。难不成天庭缺兵少将已经到了这般地步，都需要陛下的化身亲自客串龙套了？不至于吧，天庭再如何威名不显，几个金仙的高手还是有的吧。玉帝陛下的化身此时扮演的不过是一名天仙境的天将，若是理智分析，这一位陛下应该是想来凑凑热闹，或者是为我方增加一份应变的实力，那我又该如何应付呢？天庭一行9人的座位被安排在了金鳌岛众炼骑士的侧旁。月老入门时，主殿中也有不少人影起身行礼，龙族高手大半都是坐立不动，而东海龙王只是坐在宝座上，对月老含笑点了点头，随后便继续装作不胜酒力，闭目歇息。让李长寿意外的还是金鳌岛众炼骑士的表现。截教众仙念着天庭是道门3位圣人老爷立下的，在月老走到他们附近时，各自起身与月老见礼。10天君之秦婉还过来寒暄了2句。月老发挥了自己的职业特长，保持着温和的笑容，不管来找他寒暄之人是谁，应对自如又不露破绽地问候几句。李长寿的这一句指导人顺势与月老9人一同入座，刚坐下，李长寿就传声问询月老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月老面色有些尴尬，低叹一声，传声解释几句。那变装泥人不断地骚扰敖乙泥人，月老这10多年一直在纠结此事，疯狂剪掉变装泥人的红绳，刚才见到了正主，一时之间实在是没忍住啊。红绳12年不断啊。李长寿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这个变装还真惹出了一丢丢乱子。沉吟了几声，李长寿坐在那儿陷入了思索，想的是玉帝化身前来之事。看月老与同桌几个人的表现，他们都是不知身旁就坐着玉帝的化身，而玉帝的这一具化身似乎是顶替了一位原本就在天庭中比较活跃的天将，入座之后与其他人喝酒聊天毫无破绽。如果不是玄都大法师提醒自己，李长寿定也分辨不出该如何应对玉帝呢？思前想后，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装作不知道玉帝在此，做好自己应做之事，提醒月老别给天庭丢脸，以不变应万变。与此同时，在那暖阁之中，大法师也开始问了刚才月老拿剪刀所谓何事。大法师自然看出来了，刚才月老莫名的激动了一下，但是当场就被李长寿给摁了回去。李长寿也不敢隐瞒，将他此前与敖乙去东海之东天涯海角女装挫败西方算计之事原原本本十分详尽地解释了一遍。大法师一阵乐不可支，连说不愧是你，长寿啊，你这心台到底如何生的？怎么都是奇奇怪怪又让人拍案叫绝的主意？大法师的话音刚落，李长寿还在踌躇该如何不着痕迹的将领导给的夸赞归功于领导身上。水晶宫突生异样，一股磅礴浩瀚的威压毫无征兆的降临水晶宫。此地众多高手齐齐面色大变，还到来了什么绝世大能。水晶宫内外数10万生灵齐齐抬头看向海面，这是天威。突然间4道金光冲入东海，转眼就没入了东宫之中。最大的一道金光直接钻入了月老头顶，月老身周的仙光涌动，修为境界小小的上扬。又有2股分量相当的金光飞去了另一处大殿，没入了姜思尔与敖乙的体内。刚刚为彼此系上了新郎新娘红布的敖乙、姜思尔也是有些措手不及。啊，哪里来的天道功德？姜思尔惊诧的小声道了一句。敖乙低头看着自己胸前的这一块小小红布，眼底满是不敢置信。此时龙宫主殿中，自龙族到那些宾客，一群生灵的目光都落在了月老的身上。
月老刚要说不关自己什么事，就听李长寿传声入耳：保持淡定，他们问什么都不要多说，用笑而不语的表情让他们自己联想就是了。月老虽然有些不明所以，但是知道这是玉帝陛下所倚重的未来天庭重臣，立刻依言而行。这位老官含笑眯眼，自顾自地夹菜吃酒。不多时，几位龙首老者前来此地敬酒，旁敲侧击问询那天道功德如何来的。月老笑而不语。这几个龙首老者顿时明白了，这功德应该是天庭所赠送的贺礼，各自对月老表达了感激之情。龙族对天庭的好感度瞬间拉高了几个档次。敖乙也匆匆赶了回来，对着月老敬酒道谢，问这2份功德从何而来。月老继续笑而不语。敖乙立刻明白了，这应该是自家教主哥哥安排之事，对着月老和一旁的李长寿的指导人投来了感激的目光。很快，秦完带着2位10天军中的人物过来，与月老攀谈一二，问及刚刚那天道功德。月老持续笑而不语。主殿中，这些重量级宾客所讨论的内容都是为何天道会降下功德。与月老同桌，某不知名的玉帝化身端着酒杯敬了月老一杯，传声问道：月老大人，此事应该也是海神叮嘱的吧？月老依然是笑而不语。这位陛下果断明白了一点什么，低头思索一阵，露出了几分微笑。一世功德。突然听一位海族老者纳闷地道了一句：刚才不是有4道功德落下吗？第4道功德去了何处？就听一龙首老者笑道：那道功德去了2位殿下的新房。众仙似懂非懂，但多少也能解释得过去。那一处暖阁有龙族阵法守护，寻常金仙都无法探寻，而在此地的高手，比如龙族几位长老、乌云大仙等等，用仙识探查那暖阁也无法发现什么异常，只能当那一道功德之力飞上了2位新人的床呗。第4道功德自然是被李长寿得了。此时李长寿正在与大法师解释这功德大概是如何来的。刚才因为变装之时笑了半天的玄都大法师，此刻又是一阵称赞，越看这个准师弟就越是喜爱。这一点功德之力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啊，从量上来看呢，已经相当于是南海海神教10年的香火功德收成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功德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今后才能搞出来功德金身的嘛。比起这么一点功德，李长寿当真盼着接下来别出什么差错了。李长寿不断地切换水晶镜，看一眼敖乙与姜思儿，瞧一眼月老同桌的玉帝化身，又看了一眼龙宫附近的龙族驻兵之地。总的来说，都是按他的布置在进行着。长寿，咱们要不要去南海逛逛？玄都大法师道：我方才推算了一下，南海已汇聚起了血煞气息，怕是要有场恶战。李长寿仔细思索：大法师，南海就交给龙族自己去应对吧。弟子觉得咱们在此地静观其变才是最佳选择。善。大法师轻轻的颔首，舒舒服服的靠在椅子中。何时需出手，你就喊一声。啊，谢大法师考验。李长寿应了一声，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水晶镜。可惜啊，总归是看不到南海之地。大法师神通虽强，却也非无限，也只能在东海龙宫监察东海龙宫附近的海域。此刻那文静道人已经是带着一片乌压压的黑影，在南海海底某处海湾中藏身。他一袭血裙，长发在海水中缓缓飘动，妖娆的身段散发着莹莹光亮，但是他身后的那一片乌云中的数万生灵只是跪伏不动，不敢抬头直视这位女王大人。突然间，海中金光闪烁，海水出现了一处狭长的空泡，其内乾坤被划开，
一只金光包裹的凶兽自乾坤裂缝中飞出。这是一只3尺长的凶虫，浑身金光闪耀，背后有6把如刀刃般的薄翼。自它的身形判断，这大概是一只金蝉啊，变态的不是那个变异的那种金蝉。6翅金蝉径直飞到了文静道人身前10丈，背部的薄翼刀芒散发出锋锐之意，几乎能将文静道人的脸蛋割破。文静道人哼了一声，并不搭理这个同事，而是金蝉摇身一变，化作了一名面容清秀、笑容温和的青年道者，对着文静道人略微点头，淡然道：道友这边准备如何了？文静道人道：兵马已备齐了。这金蝉点点头，言道：按2位副教主的安排，稍后贫道随道友一同出手。哼，来拖我后腿。文静道人没好气地道了一句，那金蝉道人却只是淡定地笑了笑，自顾自地站在海水中，不再多说话。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和善。那家伙这次应付得来吗？文静道人静静地站在海水中，身周已经被一层层迷雾包裹，隔绝仙识视线。这是每一次他动手干坏事前的必要准备。在他背后的那些族人傀儡，以及那大批被西方教收编的妖族凶兽化形者来看，这个女王大人，神秘的女人，冷艳、孤傲、狠毒、狡诈。除去圣人与几位西方教的副教主之外，他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然而实际上，这些凶恶生灵所看不到的文静道人心底。我呸！这只臭金蝉又来跟本女王大人抢功，哼，以为自己会拍马屁，把大教主拍舒服了，就能成为真正的圣人弟子？痴心妄想，同样是被利用罢了。哼，还是本女王高瞻远瞩，早早就找好了下家。呵呵。